台湾发生大事了。黄曙光啊，等于是自己把整个案子给踢爆了。这个踢爆呢，是告诉大家这里面呢确有蹊跷，而且呢，他把吴子嘉给告上法院，同时啊，他也把他妹妹呢给拉了进来，接着呢，又揭开了蔡英文跟赖清德正用这个案子正在互动中，所以这个案子啊，会拉开一个巨大的序幕，也就是上千亿的潜舰制造案，这里面的回扣到底是到谁的手上去？还有一个是，为什么吴子嘉和吴子嘉所相关的这些名嘴能知道潜舰的贪腐的内容？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取得的，是谁给出来的资料？一般这些军事名嘴还未必能取得。为什么反而是这个比较相对亲绿营的啊，这个属于美丽岛系的美丽岛电子报的吴子嘉会知道呢？理由应该就是蔡总统的论文，一块巨大的谎言，他的博士学位只是一个骗局的景象。我举发了他，告诉世人真相，但现在我被通缉又大方。说我是叛徒，我是出卖家乡的人，但我只是揭开了黑暗中的一点光。我爱我的国家，但我也爱天下，虽然我无法回应，继续寻找。台湾发生大事了啊！黄曙光啊，来，我念一下他的履历哈。中华民国海军2级上将，因为2级上将是终身职嘛哈。1957年6月20号收征啊。中华民国海军2级上将，政务官他退役了啊。2级上将，对，好。出生于台湾台中县后里乡，籍贯湖南湘潭。湖南湘潭是毛泽东的同乡。也是宋楚瑜的同乡，湘潭产什么你知道吗？这是我不是故意要那个乱讲的啊。我初中地理学到的，我初中地理学得很好，因为我大姐是国中地理老师，所以我每次的地理考试都是在考前一个晚上，我已经快睡着的时候，我躺在床上，她念给我听，但她教得非常好，所以我地理每次都几乎满分。我都是考试前一个晚上躺在床上。用半梦半醒之间的感觉，用听的。湖南湘潭产什么？我考一下欧老师。听说你学贯古今啊，这个博古通今。湖南湘潭著名的它是什么的产地？毛泽东的产地。你不经意的讲对了一个字。你是说茅台酒吗？湖南湘潭是毛的产地，什么毛呢？猪毛。湖南湘潭产猪鬃，不信各位去查。好，这是我初中学到的。好，来，那我们再来看啊，黄曙光呢有一个知名的妹妹，就是黄珊珊啊。那黄珊珊呢，因为出来搅和了一下选举，所以何处惹尘埃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她呢毕业于海军官校68年班啊，她是军中潜舰国造的舵手，或者是有人又叫她是自制防御潜舰之父。是国建国造最关键的执行人，最关键的人哦。他也没有出来说，维基百科写错了，不是我。我想他对于这个头衔，他也是很乐于接受的。他呢，现任国安会的咨询委员，中科院的董事，国防院战略资委，衡山基金会慈善志工啊，大概是这样的。我念一下，那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他今天呢发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呢有470个字，470个字，有点像与妻诀别书啊，也不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惜惆怅而独悲。路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逸。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战何语？在心在奔，同不欢迎。稚子后门3句旧话，修饰绿色。好啊，不背了啊，不是不念啊，我背了，就是有点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我记得以前我们初中的时候背这个归去来词。归去来兮，我们都用台语念啊，就归去来兮。好，那黄曙光为什么要发表470个字的声明？我先把这声明念一遍了哈。好，黄曙光的声明如下：完全是个人于大选期间基于国家安全的思考，不要再有政治争议，
伤害国防战力的提升，不负责任。等一下，我怎么一开始念了2266啊？前面应该有前言后语吧？对呀，他第一句话没头没尾啊，完全是个人于大选期间基于国家安全的思考，不要再有政治争议，伤害国防战力的提升。但这不是他，这不是我真的觉得没头没脑哎，这不是他早就辞了吗？但因为他另外一个职位是浅见国造的专案召集人嘛，所以他说不负责任的言论自由分化伤害人民的感情，决定自己应该辞去工作。浅见国造案是历任总统的政策，全案均依法依约执行，近7年、近8年的时间，个人承受了不实指控与严重诽谤与攻讦。意图混淆国人认知，更无法忍受有心之事，攻击破坏国防战力的提升，打击诋毁军人名誉与士气，这些政治算计竟然是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败坏社会风气，影响深远，个人不能认同，才正式提出告诉以正视听。这一段是他的前言哦，这段前言我听了好像把它换一换，就有点像蔡英文在讲彭文正，有点像，不过语气没有那么痛切，就是好。再来，个人请辞是因为个人身心俱疲，完全与他人无关。那你前面讲了半天讲什么东西啊？这完全我不知道在讲什么，更无关任何政治因素。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垫的打个辞呈，就像我离开台大的时候，我的辞呈只有8个字：主旨辞职，说明辞职，这样就好啦。这样就是真的表示说，来，我们这个就是不爽了，我就是不干了嘛，没什么理由。可他写这么多你看哦，他前面讲了不实指控、严重诽谤、攻讦，什么我的案子都是依法执行，有人混淆国人视听，无法忍受有心人士破坏国防战力，打击诋毁军人名誉士气，政治算计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败坏社会风气，影响深远，个人不能认同。后面说，哎呀，我请辞全部都是因为个人身心俱疲，完全与他人无关。一起你们注意吗？好，等一下，后面还有哈，无关任何政治因素，未来将会以民间人士协助台船与海军造舰，提供各项咨询参考，这更惨，民间人士更可疑。好，我们再往下看，欲请有心的名嘴、特定学者及政治人物，要以国家为念，这个一定没有我没有太碰这一块，是因为我不懂的事情，我都把拉链拉得很紧，我不懂我就没办法评论。浅见国造，我边都摸不上。我这辈子大概就做过20-30次的，没有那么多，大概差不多10次的补给舰，因为我是东引反攻救国军指挥部的上兵，兵级号码与3洞94两5。因为我是兵的关系，所以我从台北到东引的时候当成货嘛，把兵跟货装在一起，所以我们没有做交通船，我们是做平底的，就是补给舰，所以我只有这个东西稍微了解一下海军的编制。好，我们再来看，欲请有心的名嘴、特定的学者、政治人物，要以国家为念，不要再运用媒体做不实报道，不要再分化制造人民跟政府的对立，不要再有恶意的攻击败坏社会风气，不要再打击军人的名誉士气，否则国家的未来堪忧。报告总长，国家现在就已经堪忧了，不用等到未来。来，我要请教一下欧崇敬老师，你是他说的有心的名嘴、特定学者跟政治人物吗？你要以国家为念哦。他说的不是我，因为呢，我首先呢对这件事情发表意见呢，已经是在今天早上的事情，所以呢，他发布了这篇他自己私人文稿以后呢，我才开始对这事情加以注意和评论的。所以黄曙光等于是自己把整个案子给踢爆了。这个踢爆呢，是告诉大家这里面呢确有蹊跷，而且呢，他把吴子嘉给告上法院。同时他也把他妹妹呢给拉了进来，接着呢又揭开了蔡英文跟赖清德正用这个案子正在互动中。因为吴子嘉当然不是等一下，我刚刚没有听清楚，你说在互动还是在互斗？斗争的斗好，所以这个案子会拉开一个巨大的序幕，也就是上千亿的潜舰制造案，这里面的回扣到底是到谁的手上去？那么显然黄曙光意思是说不是在他那儿那不在他那儿，在谁那儿呢？因为呢，名嘴之所以说是因为这里面有贪腐嘛，那他拒绝的就是贪腐是到他那儿，所以他现在是要撇清贪腐，
那既然撇清，并不是说没有贪腐，那我就要问，那贪腐到谁那儿去？还有一个是，为什么吴子嘉和吴子嘉所相关的这些名嘴能知道浅见的贪腐的内容？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取得的，是谁给出来的资料？一般这些军事名嘴还未必能取得，为什么反而是这个比较相对亲绿营的这个属于美丽岛系的美丽岛电子报的吴子嘉会知道呢？理由应该就是内部斗争，因为呢不可能由国民党这边知道，消息来源从哪里？就从民进党。那民进党现在为什么会以这个案子开始烧开来？因为之前赖清德他们那个赖系或者新潮流系，整个太阳能板还有所谓绿能发电呢，全部都被踢爆了。所以新潮流他们原来经脉被踢翻了，现在呢换他们回头来踢蔡英文的经脉。你的意思就是说国建国造这一块肥肉不是赖清德赖系或新潮流系吃的，所以现在就是说该我了这个意思吗？对，我现在该我来斗你了。好，也就是说这一块除了斗以外还要他们把肥肉给吐出来，也就是现在的堂口呢不归他们了，所以现在黄曙光必须把这个账给交出去，因为这个总召集人当然也管着账嘛，那账交出去交给谁当然不会交给蔡英文，而是交给赖清德。好，那么这个账中间的所有不清不楚又怎么办？这账中间如果有一些被用到不是到台建台造去，那又怎么办？所以黄曙光得出来喊冤，也得出来呢保持他后面的晚节。他现在还没有70岁哦，换言之，可能人生后1968，对，他有可能要是活得长一点，还可以有30年、40年可以活。他晚节要保的话，这一役当然十分重要，他得跟大家说清楚，钱到谁手上去。所以我认为现在他只是揭开整个所有案件的封面内页而已。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谢谢大家。